熊猫辉宝到底能有多搞笑？因为他的内心戏太足，所以辉宝总能做出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天到了下班时间，瑞宝很听话的就跟着妈妈回去了。而走到门口的辉宝突然掉头就跑，这架势像是在说，想让我光君乖乖的回家根本不可能，必须得用请的才行。随后他爬上木架，盯着门的方向，但看了好一会儿，压根就没有谁来找他。妈妈和姐姐没来，爷爷也没来。这一刻的辉宝好像有点失落，于是用了一种很炸裂的下木架方式来表达自己刷存在感失败后的心情。最后还是自己灰溜溜的跑回家了。除了爱刷存在感，辉宝把碰瓷也是玩得明明白白的。这天艾女士走向坐在斜坡上的辉宝，艾女士明明什么都没做，辉宝就自己滚下了山坡，给大家制造了一种妈妈推了他的假象。然而这一幕恰巧被一旁的江爷爷看到。嫁祸不成反被当众揭穿，此时的辉宝一脸的不高兴，内心 OS 还什么你都看见了，可显着你这个老头能了呗。除了碰瓷，辉宝还会搞偷袭。这天下班，辉宝竟然自己就乖乖的回去了。但事出反常必有妖，果不其然，在宋三岁推开门过来收瑞宝时，辉宝又悄摸摸的探出了脑袋。当确认宋三岁没有发现时，辉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去，直接撞向宋三岁，看样子是把宋三岁吓得够呛。辉宝真的是一只戏超足的宝藏小熊。这坐姿霸气的大熊猫就是梅青玫瑰妃。玫瑰妃随随便便的一个动作就能彰显女王风范。如今已经22岁的玫瑰妃，本来已经退居2线开启养老生活，结果比自己小3岁的婷婷因为身体不太好，顶替了自己的退休名额，于是玫瑰妃就这样又被从山上请了下来。据说玫瑰妃下山的途中一直骂骂咧咧，不过这事儿搁谁都恼火。被退休返聘的玫瑰妃入住了小库有电动小火车的内场，七旬老太也是没见过这种洋玩意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玩，于是就出现了特别搞笑的一幕。梅老太挪着屁股追小火车，估计她当时也纳闷，这餐桌长腿了，怎么还会自己跑来？也得亏小火车跑得不快，要不然玫瑰妃的屁股都要磨冒烟了吧。当然玫瑰妃还是有进步的，很快她就会用前掌撑在小火车上，后腿在地上追着跑，慢慢的她就开始有一条后腿也坐了上去，撇下一条腿在地上跑，直至现在可以完全坐在上面。看到玫瑰妃坐在小火车上依然很霸气，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贵气，好像她坐的是商务座一样。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库，感觉小库就像是一个服务员。当然玫瑰妃在时，更多时候小火车是不运行的，因为她就趴在车轨上睡觉，把小火车逼停，主打一个为园区省电。即便是如今已经22岁的玫瑰妃也依然美貌，很难想象她年轻时能有多好看。即便是如此貌美的村花国庆，大文奶爸也说她没遗传到梅青的颜值，而且梅青的恋爱史也很炸裂。当年14岁的梅青看上了比自己小7岁的申威，梅青和申威是属于梅青去倒追申威的，申威当时还是挺被动的，作为一个小男生，而且情窦初开。不过没办法啦，被梅青妈妈一直追着逼到墙角，那既然不能反抗，她就只能去享受，她就答应了。所以说姐姐就是姐姐，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后来他们就有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亲亲爱爱和小国庆。即便是时隔多年，每当饲养员在提起申威的名字，梅青都还是有反应。梅青，申威真的没想你啊。当大梁一直强调申威没想他时，梅青直接回了大梁一长串的骂骂咧咧。看来梅青对申威这个小鲜肉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呢。艾姐还是糯米团子的时候，奶妈这样说：二妹还是你管妹妹，二妹还是你管二妹，二妹很文静，二妹很文静，二妹。结果长大后的艾姐成为了虫洞最难收的猫猫。当外公尝试用胡萝卜引诱艾姐回家时，外公也就刚试探一下，艾姐就不玩了，转身就走，像是下了某种决心。艾姐内心 OS： 爱给，不给就拉倒，我于爱可不吃这套。也得亏是外公，要不然艾姐高低都得凹他一口再说。墩墩奶爸收艾姐，那是怎么劝都不好使。艾姐还趴在木架上抖着小脚丫，把墩墩奶爸都给气笑了。他叹着气转头的那一刻，真的又好笑又心酸。随后墩墩奶爸继续苦口婆心的劝说，艾姐也随之起身向前走去。正当墩墩奶爸以为艾姐会从前面的树桩上下来时，艾姐却爬上了更高的木架。墩墩奶爸见状也是彻底不玩了，转头走开的时候还差点把自己摔倒了。于是墩墩奶爸后来在收艾姐时，2个回合搞不定，就把果果往嘴里一塞，然后从背后直接抱起，甚至把刚才塞给艾姐的果果都甩飞了。李奶妈收艾姐那就更难了，她特别会拿捏李奶妈。每到收艾姐回家的环节，爱笑的李奶妈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所以他俩也被网友叫做爱理不理组合。即便是在下雨天，李奶妈为了收于爱，也只能陪她一起在外面淋雨。
月奶妈收爱姐也是不好使。这天重庆同样是下着雨，月奶妈三顾茅庐也请不回在木架上的二馆长，于是就有了特别有爱的一幕。月奶妈把自己的伞撑向了爱姐，这一幕真的有被温暖到。而奶成收二馆长就更绝了，因为大馆长和二馆长似乎不太和睦，所以爱姐喜欢追奶成，于是奶成干脆就把自己当饵来去钓爱姐，拿着一个红扫把来吸引她的注意，成功吸引爱姐开始追他时，他便撒腿就往内圈跑，爱姐就追着奶成回去了。但爱姐再厉害，也有能治得了她的饲养员庞奶爸，因为身材高大力气也很大，所以他很容易就能把爱姐控制住，因此爱姐打小就害怕他。当庞奶爸过来收他时，爱姐就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就算是紧张到小腿绷得溜直，也不敢反抗。看来爱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虫洞庞奶爸这句传言是真的呀。金虎，不要忧伤啊！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他们也没有啊，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对，哎，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你就拍奶爸疯了！我告诉他没有媳妇儿，你在这说你有，你走开。这个讨熊嫌的奶爸就是金虎的小白奶爸。明明金虎已经在奶妈的安慰下，心情逐渐由阴转晴，小白奶爸却对着他炫耀自己有老婆，这分明是直戳金虎的痛处啊！也正是因为金虎的奶爸们说话都欠欠的，所以金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奶妈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这天阿丽奶爸又过来和金虎吵架，阿丽握着金虎的手，一直在那逗他。金虎也不甘示弱地进行回击，等到阿丽松开金虎的手，金虎立刻把手抽回来，一脸嫌弃的在那舔。哎，人还闻闻手，哎，那笑不过，嫌弃你。阿丽有时候还会威胁金虎，挠我啊！你还挠我？你挠他，我又没人挠我。但是金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怕的。金虎内心 OS： 我什么身份？你敢饿我一顿试试看？而且每次阿丽来逗金虎，奶妈都会在一边给金虎帮腔。你都现在都晚上了，我晚饭都吃完了，拿午饭来吓唬我。你说阿丽，你给门开开，咱俩决斗。我不跟你决斗。金虎最后哼的这一声，真的能听出来金虎的嫌弃。阿丽还欺负金虎不会说话，只会用恩来回击他。于是阿丽就想了个损招，问金虎是不是喜欢他。你喜欢我啊？你是什么？你看你说的是喜欢吗？没戏能感觉。把金虎急得都恩出了杀气。还有一次是阿丽拿了个锤子放在金虎的圈舍前，给他一顿吹嘘，说是什么雷神之锤，威力无比，然后就一直在那念叨个不停。金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伸手去拿锤子，打算给阿丽一锤子让他赶紧闭嘴，把阿丽吓得的赶紧把锤子拿走了。但阿丽奶爸虽然爱逗金虎，但也很爱他的好大儿，他亲手给金虎做了很多的玩具，有木马，也有纯手工自行车。也许这就是奶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吧。只是奶爸的爱意在金虎这里很难活过3天，就被拆得稀碎了。没有的，气得艾女士都想把他回炉重造。这么看来，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到时隔4年，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还是自顾自的吃着，并没有靠近。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也都在尽量的靠近。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没过一会儿，双双便走开了，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 emo。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跑过来让哥哥背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空出了他的右半边，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